我隔壁摊是个做小炒的，两口子操持着，菜价实在，分量又足，口感也不错，每碗食客都不少。但是除了这些，更让食客发馋的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板娘苏桃。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失业后，我在老城区的夜市抢了一个好位置，卖炸鸡架，生意不温不火。然而隔壁的小炒摊却每晚都火爆，10张小方桌坐得满满当当。老板是两口子，都是外地来的，男的叫陈强，负责掌勺，女的叫苏桃，负责备菜和招呼客人。听其他人讲，这两口子在这夜市做小炒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来吃饭的也大都是些回头客。我看过他家的菜单，菜品不多，都是一些家常菜，但是价格实惠。酸辣土豆丝6块，鱼香肉丝15块，爆炒鱿鱼须20块。所有的素菜不超过10块，荤菜不超过20块。现在正好是夏天，天又闷又热。陈强弄了一个冷柜，里面装满了中低价位的啤酒，基本上每桌都得来上2捆。几个炒菜，再加上2捆啤酒，每桌消费平均在100出头左右。我观察过，这一晚上他那边能翻2次台。陈强比苏桃要大10几岁，整个人膀大腰圆，肤色黝黑，也有了谢顶的痕迹，不过人看起来倒是憨厚，也很实在。我很羡慕他能娶到苏桃这样的老婆。苏桃年龄和我差不多大，一张瓜子脸，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胸前却波涛汹涌。她喜欢穿粉色热裤，一双紧实的大腿白得跟牛奶似的，活脱脱的一个美人胚子。来这吃饭的有不少一部分是来过眼瘾的，也有人打趣陈强，说苏桃不像是他老婆，更像是他从别人家抢来的闺女。陈强听后，每次都是笑呵呵地摸着脑袋。今晚有些阴天，人不是很多，陈强那边也就2桌客人，我这摊子更甭提了，一共没炸几斤鸡架。9点左右，夜市就已经很冷清了，有不少商户索性收摊回家了。新闻上说，今晚会出现罕见的珠状闪电。我一时尿急，准备上趟厕所就回来收摊。夜市外300米，有个用铁皮搭建的简易厕所，歪斜地立在路灯下，铁皮接缝处透着几缕昏黄的光。我刚走过去，苏桃正好从女厕出来。天真热。苏桃朝我笑了笑，一双桃花眼微微弯起。我急忙点点头，同时注意到她胸前的衣服被汗水阴透，印出了里面性感的黑色蕾丝内衣。我感觉脸一下子烫了起来。今晚买卖不好，她说。我又点了点头。你一会儿要回去吗？她问。我还是点了点头。你结婚了吗？她伸手拨弄发梢，所鼓处凝着的汗珠顺着白皙的肌肤滑落。还没。我口干舌燥。有女朋友。她往前迈了一步，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茉莉花香。也还没。我脸更烫了。怪不得，看你就像是个厨。她笑了起来，朱唇皓齿，脸颊带着浅浅的梨涡。要不你给我介绍个？我有些生气，随口道。苏桃眨了眨眼。可以啊，今晚去我家，我就给你介绍。苏桃和陈强住在夜市附近的廉租房。我收摊的时候，陈强那边还剩一桌客人，他让苏桃先回家，自己则陪那桌客人喝起了啤酒，有说有笑的，看起来应该是老熟客。我一身疲惫地走出夜市，转出巷口时，突然碰见了苏桃。她提着包站在月光下，看见我出来后挑了挑柳眉。你怎么这么慢？我愣了愣。你怎么没走？她抱胸。你忘了？今晚去我家，我给你介绍女朋友。我懵了。我说的是玩笑话。她勾了勾唇角。我说的可不是玩笑话。她看我犹豫不决，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腕。别担心，
陈强凌晨3、4点钟才会回去呢，现在还早。我下意识看了看手表，才11点钟，确实还早。去不去？苏桃那双桃花眼勾得我意乱神迷。鬼使神差下，我跟着他来到了出租房。房子2室1厅，没有过多的物件，布置的也很简单，连结婚照都没有。进屋后，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自己去卫生间冲凉。听着花洒流出的哗啦啦水声，我喉咙发紧，汗也止不住地往下淌。没过一会儿，他裹着浴巾出来了，蒸腾的水汽夹杂着一股沐浴露的柑橘香也随之涌出。瞧你那样子，坐得这么板正，怎么怕我吃了你？苏桃脸色红扑扑的，她没去卧室换睡衣，而是直接裹着浴巾坐到了我旁边。浴巾很窄，春光外露。你要给我介绍的女朋友是谁呀？我不敢看她，也尽量不让自己胡思乱想。苏桃忍不住轻笑一声：你还真是个厨，你不是喜欢偷看我吗？现在让你正大光明的看了，你却不敢了。我就像是蛇被抓住了7寸，声音也支支吾吾：谁偷看你了？苏桃松开了手，身上的浴巾顿时滑落。我吓得立马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别过脸，你这是干嘛？苏桃缓缓起身，都是成年人，再装下去可就没意思了。我急忙提醒她，你结婚了，你有丈夫。苏桃搂住我的腰，绵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胸膛上。这一刻，我感觉全身都要炸了。那你为什么跟我回来？她声音娇羞。我紧闭着眼，大脑如宕机了一般。因为你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苏桃笑着解下了我的腰带，那我就看看那里是不是和你一样单纯。天空轰隆一声，我睁开了眼，透过窗户，我看到空中一条银蓝色的闪电轨迹突然崩解，分裂成数十颗璀璨的光珠，宛如一串熠熠生辉的珍珠项链，悬挂在墨色的天幕之上。每颗光珠都散发着夺目的光芒，表面流转着细密的电弧。平生我第一次见到了所谓的珠状闪电，苏桃却无心留意。然而就在他准备脱下我的裤子时，防盗门的锁芯突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陈强回来了。苏桃急忙裹上浴巾，并示意我钻进次卧的衣柜里。刚关上衣柜的门，我就听见了陈强的声音，其中还带着几分醉意。在家穿什么穿？老公别。怎么，家里有人，怕被看到？说什么呢？人家只是不好意思。陈强嘿嘿一声，老子累一天了，得放松放松。苏桃声音嘤咛：老公，你轻点。听着那一阵阵让人酥软的声音，我像条颓废的老狗一样蜷缩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比喝了厕所里的黄汤还难受。衣柜里挂满了苏桃各种款式的衣服，我怕一会儿抹了身子，艰难地活动着四肢，哪只腿刚挪了半寸，脚尖就触碰到了一个柔软的物体。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拨开垂落的衣物，摸了过去。凭借着触感，我感觉对面那东西有脑袋，有鼻子，有眼睛，有嘴。等等，这是……衣柜里很黑，我使劲眨了眨眼，试图让眼睛尽快适应黑暗。可除了苏桃衣物模糊的轮廓，四下皆是浓稠的漆黑，连自己伸出的手都隐没其中。我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筒，刺眼的光芒瞬间亮起，我看清了对面的东西，是个人，是个死人。我连忙捂住嘴，将惊恐声硬生生咬回进了肚子里。黑暗中，那双暴突的瞳孔直勾勾盯着我。那是具男尸，模样很年轻，长相也比较清秀，但是脖子上有一道青紫色的勒痕，那道勒痕像是一条绞紧的毒蛇一样盘踞在皮肤下，他的喉骨歪斜着凸起。他是被活活勒死的。一瞬间，冷汗爬满了我的后背。这不是衣柜，是棺材。强烈的窒息感扑面而来，我条件反射似的想要逃离出去，但仅存的理智提醒我，
苏桃家里为什么会有死人？是谁勒死了他？苏桃、陈强，还是他们2个合伙？我害怕了，因为杀人犯就在门外。我想要报警，但发现手机居然没了信号。无助和恐惧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半小时后，客厅缠绵的声音停止了。又过了5分钟，震天响的呼噜声响起。机会来了，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推开了衣柜门。客厅的灯关了，月光照进，一张横肉堆叠、熟悉却又陌生的脸一点点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心脏骤然收紧，全身的血液凝固。此刻，陈强正蹲在地上，他咧着黄牙，戏谑着看着缩在衣柜中的我。刚刚他是在装睡。完了，我暗叫不好，当即准备冲出去与他一搏。尽管他在体型上完胜于我，但如果束手就擒的话，那就连一丝生机都没有了。哪知我刚要发力，陈强就像一头黑熊一样扑了上来，布满老茧的手里攥着一块白毛巾。他一把将我按回到衣柜里，紧接着把白毛巾捂在了我的鼻子上。一股甜腻的香气顿时顺着鼻孔钻进，我的意识渐渐模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地板上丢着几个用过的小雨伞和几张擦过的纸巾。苏桃光溜溜地躺在旁边，雪白紧实的肌肤像新剥出的荔枝肉，勾得我喉咙发紧。刺耳的闹钟声忽然响起，吓得我一哆嗦。苏桃也醒了过来，她关掉手机闹钟，然后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亲爱的，你醒了？”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这是……苏桃像条灵活的水蛇，紧粘着我的身体，纤细的手指在我胸膛上游动着。你个坏蛋，刚欺负完人家就忘了？我2丈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和苏桃做了，但是我怎么没有印象？不对劲，实在不对劲。我推开他，慌忙下床穿衣服。急什么？这刚2点，陈强最早也要3点才回来呢。苏桃趴在床上，下颌轻轻抵在交叠的手臂上，浑圆的臀部翘了起来，俨然一个人间尤物。抽屉里还有一个，要不要用光光？我愣神，陈强还没回来。他歪头冲我轻笑：“怎么，你想他了？他要是看到你现在的这副样子，估计会把你做成回锅肉吧？看来刚刚是做梦了。”我心有余悸，加快了穿衣速度。我走了。我系好腰带说。苏桃伸出舌头舔了舔粉嫩的下唇，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不是说想把我占为己有吗？只要陈强死了，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我后背一凉，说什么胡话呢？杀人是犯法的，况且我什么时候说过想把你占为己有这种话？疯女人！我有些生气，也没回话，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卧室。经过次卧室，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里面的衣柜，那个被勒死的男人瞬间从脑海闪过，我竟有一种想要再次拉开那扇衣柜门的冲动，但很快我就把这念头扼杀了。我匆匆离开苏桃的出租屋，下楼时天上已经下起了雨，雨势很密很急，雷光在乌云中闪烁。雨幕下，一个模糊的黑影朝单元门口跑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应该是陈强收摊回来了。还好我及时从他家出来，不然撞上就尴尬了。我担心他看到我，也急忙钻进了大雨中，故意拐向别的单元楼，绕了一圈才往小区门口跑。小区门口积了水，我躲避时和对面来的人撞在了一起。那人穿着黑色雨衣，雨帽压得很低，看不清他的脸。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道歉。男人摆摆手，示意我离开，然后进了小区。暴雨持续一夜，次日雨停，空气格外清爽。夜幕降临，夜市人来人往。奇怪的是，今晚陈强却没出摊。
装着锅碗瓢盆的三轮车孤零零地缩在角落，方桌和马扎落在一旁。往常这个时候，陈强早就系着沾满油渍的围裙，在煤气灶前热火朝天地颠起了勺，火苗轰得窜起半人高，青椒炒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我心里发虚，我怕陈强发现了我和苏桃的事情。我走时，地上的小雨伞可还没收拾。苏桃应该不会粗心大意吧？而且还有一点，小雨伞的数量不止一个，明显做了好几次，但是为什么身体上没有明显的感觉？就算身体素质再好，一夜几次，身体各机能也会给出反馈。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真的跟苏桃做了吗？就算做了，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感觉自己就好像丢失了几个小时的记忆。一夜我都心神不宁，生怕陈强会突然从背后冒出来，拿着切菜的菜刀砍我脖子。不过奇怪的是，连续2夜陈强都没有来夜市，有不少老熟客都开始抱怨。直到第3夜，我才听到消息，陈强死了，被人杀死了。消息是卖麻辣串的老刘告诉我的，他家离的那片廉租房很近，看见小区门口停了好几辆警车，苏桃也被带回了警局。难道是苏桃杀了陈强？我猜，但这一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第4日，苏桃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去他的出租房，有东西要给我看。电话挂断后，我蹙紧眉头，我怎么不记得自己给过他手机号？而且我电话簿中也存着他的手机号，备注为小白桃。通话记录显示，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通话。我往下翻看，整个人都傻眼了。我和苏桃基本上每天都会打1次电话，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凌晨5点左右，也就是陈强收摊回家洗漱完出门买菜这个空档。最长一次通话时间足有1个小时。我把通话记录划到底。我和苏桃第一次通话是在月初，我刚搬进夜市的第3天。从那天以后，我们每天都会打电话。我使劲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感觉里面装着一团浆糊，什么也想不起来。要疯了！我和苏桃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苏桃出租屋时，已经在中午了。他做了一桌子饭菜，有炖乌鸡、蒸生蚝、炒韭菜。一进屋，他就迫不及待地勾住了我的脖子，开始疯狂地亲我。黑色的长发瀑布般洒在他身后，他化了淡妆，穿着一件红色的性感情趣睡衣，像极了一只魅魔。请自重。我推开了他。苏桃一愣，亲爱的，你怎么了？今天不是高兴的日子吗？我不理解，什么高兴日子？你还有没有感情？你老公死了呀。苏桃却笑颜如花，就是因为陈强死了，所以今天才是高兴的日子呀。以后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说完，苏桃又粘了上来。我拗不过他，只得放弃了抵抗。陈强怎么死的？我喘着粗气问。下雨那晚我还看见他回来，怎么一夜人就没了？亲爱的，你放心，警察说那晚小区所有的监控都莫名其妙的坏了，没人会发现你的。苏桃脸色绯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脑袋轰的一下，双手按住他的肩膀，死死地瞪着他。你是说我杀了陈强？苏桃急忙捂住我的嘴巴，嘘，小点声。不然呢？我也没想到你真的敢动手，你才是真男人，我会让你舒服的。苏桃让我感受到了身体极致的快乐。冷静下来后，我躺在床上木讷地盯着天花板。苏桃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这就是我要给你看的东西，他说。这是陈强所有的积蓄，里面的钱足够我们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了。我们可以全款买一套小2居，然后再买一辆代步车。剩下的钱我们找个好位置租个门头，到时候还卖炸鸡架。苏桃香汗淋漓地靠在我怀里，温热的体温灼着我的心。我的手不受控制地不老实了起来。
陈强死在了暴雨夜那晚，被人捅死在了3楼楼梯的转角处，一共挨了7刀，2刀在后腰部，4刀在腹部，致命1刀精准穿透心脏。尸体是被住在3楼西户的独居老太太发现的，也是她报的警。警方勘察现场后，未发现任何凶手遗留的证据与线索。当他们试图调取小区监控寻找突破口时，却发现小区所有监控在案发当晚因珠状闪电全部失灵，可能指向真相的光影在那道划破夜空的闪电中彻底湮灭。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证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且完美的犯罪。我问苏桃为什么会认为是我杀的陈强，苏桃说，因为我说过想要和他永远在一起，而想要和他永远在一起的办法只能是杀了陈强。我感到好笑，想要和他在一起就得杀了她的丈夫，这是什么逻辑思维？我又说，你不爱陈强？苏桃说，她恨陈强。我不明白，说，你既然恨自己的丈夫，和他离婚不就好了？苏桃诧异地看着我，睫毛轻颤，就像是在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在他眼中，我俩应该是亲密无间的，而在我眼中，我俩本就是有过一夜情的陌生人。你不是陆云。苏桃从床上坐了起来，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我无语，要看身份证吗？苏桃声音冷了下去。我记得跟你说过我不能离开陈强的原因。我歪头看向一边，心虚说，我忘了。陈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苏桃说。我扭过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杀人可不是小事，不是自己干的可不能乱承认。大姐，杀人犯法。我说。苏桃表情冷漠，全然没有了刚才那副能把骨头都能揉酥的娇媚模样。她下床穿好衣服，又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骗子，滚！我不想再见到你。苏桃把我撵了出来。夏夜的风裹着蒸腾的热气，我夹着烟往小区门口晃，火星在指缝间明明灭灭，心里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落寞感。苏桃恨陈强，却不能通过正常的离婚程序离开陈强。我想不明白。他说告诉过我，我却记不起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失忆症。看着门口那道锈迹斑斑的栏杆越来越近，我脚步突然僵在了原地。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暴雨那晚，我不光碰到了陈强，还碰到了一个人，就在前面那道栏杆那里，那个穿着黑色雨衣的男人。第六感告诉我，陈强的死绝对和他有关。不过当时雨很大很急，再加上他的雨帽压得很低，我根本没看清他的长相。如果他是杀害陈强的凶手的话，一定是陈强认识的人。这时我手机响了，有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点开后，里面编辑的内容让我不寒而栗。陈强是你杀的，我有证据，不想坐牢的话，准备好50万现金。屏幕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一样刺痛着我的眼球。他有证据证明我杀了陈强。开什么玩笑？杀没杀人，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这个人是谁？从哪弄到的我的手机号？等等，我突然想到一点，这个人会不会认识我？就是我身边的人，认识我又认识陈强，极有可能是夜市的商贩。恶作剧吗？但是我和那些夜市里的商贩之间的关系还没熟悉到开这种玩笑的地步。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对面来了一个熟悉的人，在夜市卖麻辣串的老刘。他骑着电瓶车进了小区，他也看到了我。哟，小陆，你咋在这儿？老刘停下车，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是刘哥啊。我赶忙打招呼。我有朋友住在这儿。我撒谎说，我可不能让他知道我刚从苏桃家出来。刘哥，你也有朋友住这？我问。老刘一愣，啊？他又马上回道，对，嘿嘿，有朋友住这，
这不过来串门吗？老刘40来岁，平头小个子，一双眼睛贼溜溜的，和媳妇王翠花一块在夜市摆摊。他卖麻辣串，王翠花卖炒河粉，俩人属于夜市的老商户了，一个月也能挣个高工资。说起他媳妇王翠花，那可是夜市出了名的泼辣爽利，人长得又黑又胖，腰比水桶粗，扎着碎花头巾往摊位前一站，敦实的像座铁塔，简直就是女版陈强。老刘往他边上一站，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其他商贩私下里嚼舌头打哈，说老刘和王翠芳在床上，肯定是被压在下面的那个。我和老刘聊了几句有的没的，就匆匆别过。我往门外走，他骑着电瓶车往里面去。等他骑出几十米后，我脚步一转，跟在了他后面。老刘的电动车停在了苏桃楼下。我纳闷，这要巧，他朋友和苏桃在一栋楼。我有一种预感，他可能去了苏桃家。苏桃住在4楼。我上楼来到3楼陈强当时死在的楼梯转角处时，听到了上面的开门声。你可算来了，你知不知道人家有多想你？是苏桃的声音，温柔至极。宝贝，我也想死你了。是老刘，真的是老刘。紧接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们2个进去的很急。我轻脚来到门口，将耳朵贴在了门面上。这种廉租房的隔音效果都不是很好，我断断续续能听到他们2个在里面的谈话。刘哥，我没想到你真的杀了陈强。苏桃说，以后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老刘嘿嘿一笑，杀他就跟宰鸡一样容易。来，让我亲一口。苏桃笑吟吟的，别急嘛，以后够你吃的。刘哥，咱们走吧。老刘问，去哪？苏桃说，离开这里，去别的城市。老刘沉默了。苏桃又说，难道你舍不得家里那头母老虎？老刘还是没说话。那你走吧。苏桃声音低落，我想做的是你的女人，而不是情人。老刘急了，我没说不跟你走，这样，你给我点时间，我和王翠花离婚。老刘说，那就3天，3天后我们就离开。苏桃说，老刘有些为难，3天时间太短了。短吗？苏桃说，你这里可不短，就是1000个字的事，就3天，3天后你若不来找我，可就永远见不到我了。老刘闷哼了起来。隔着门，我攥紧了拳头。虽然苏桃不是我的女人，但是我却有一种头顶青青草原的愤怒感。真相大白了。那晚我在小区门口撞到的穿着雨衣的男人就是老刘。陈强是老刘杀的。老刘跟苏桃有一腿。我要报警，我要让警察逮捕这对奸夫淫妇。我掏出手机，按下110 3个数字。然而当我准备按下拨通键时，我犹豫了。我只是听见老刘说自己杀了陈强，手里却没有他杀陈强的证据。别到时老刘再反咬我一口造谣生事，指不定还得背上诽谤的黑锅。算了，我可不想往自己身上引火。但是我是一个男人，和我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再和别人发生关系，如果我不知道，那无所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这种屈辱我必须要报复。你们2个想要离开，没问题，但我不会让你们痛痛快快离开的。都是夜市里的商贩，想要弄到王翠花的手机号再简单不过。我用一个陌生号码给王翠花发去了一条短信：你老公和陈强老婆有一腿，信不信由你。以王翠花那脾气，看到后就算不信也得给老刘8层皮，到时候看看老刘还敢提离婚不。晚上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老刘和王翠花都没出摊，估计2口子在家已经打起来了吧。想到王翠花那熊掌一样厚实的大巴掌，我就替老刘疼得慌。老刘啊，老刘，没想到你不但敢偷人，也还敢杀人，你胆子可真不小。花
多扇几巴掌，他皮厚。我幻想着王翠花暴打老刘的画面，就不由得偷笑。今晚上买卖不错，有史以来收益最可观的一晚。凌晨2点来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还是之前那个说有我杀死陈强证据的号码发来的。明天晚上来兴业花园，50万，少1分我就把证据交给警察，送你去吃牢饭。我冷笑，既然想玩，我就陪你玩到最后，看看你到底是谁。50万是吧？老子给你100万，不过不是人民币，是冥币。兴业花园是老城区西边的一片烂尾楼，开发商卷钱跑路，至今都没人接盘。6栋楼体矗立在黑夜下，仿佛被抽去血肉的骨架。我提着装满冥币的挎包，从工地外围的铁皮墙翻了进去。我到了，你在哪？我给那个陌生号码发去信息，他很快给了我回复。往前走，还挺谨慎。我只好继续往前走。月光爬上楼体斑驳的外墙，裂缝与霉斑交织成麻风病人溃烂的肌理，锈蚀的钢筋从混凝土断面探出，如同从腐肉里钻出的白骨。当我来到第1栋楼底时，他给我发来了消息：把钱放地上，然后滚。我强压住怒火，把挎包往地上一丢，然后仰起头，目光扫过黑洞洞的楼层。这个家伙可能就躲在上面的某一层里，但是我不走的话，他是不会露面的。我咬了咬牙，拖着脚步往铁皮墙走去，翻墙时故意弄出很大动静。然而刚翻出去，我立刻蹲下身子，手指飞速划开手机屏幕，小心翼翼地将摄像头举过铁皮墙，对准了那栋楼。没一会，我听见了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声。我下意识探出了头，前面黝黑的阴影里，那个陌生号码的主人终于出现了。他瘫在装满冥币的挎包旁，一动不动。我再一次翻过铁皮墙，小跑了过去。等走近后，看清了那人的模样，是老刘。黑红色的血液从老刘身下蔓延开来，他眼珠子鼓得愣大，胸口不见起伏，衣角被穿堂风掀起又落下，像具被潮水冲上岸的浮尸。我颤巍巍地把手指伸到他鼻孔下，瞬间又如触电般缩了回来。他死了。不容我反应，一个黑影从烂尾楼缓缓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黑色半截袖，戴着口罩和一顶褐色鸭舌帽，露出一双沾着凶光的眼睛，仿佛一头从暗处走出的野兽。他摆了摆手，示意我离开。看到他这个熟悉的动作，我怔住了。我猜错了，暴雨夜那个穿着黑色雨衣的男人，是他，不是老刘。是你给我发的短信。我强忍住恐慌，竭力装出一副淡定自若的模样。男人指了指老刘：陈强是你杀的？我又问。男人没有回答，而是从腰间抽出了一柄寒光凛冽的短刀。他将刀尖指着我，一步步向前。我见状步步后退。男人猛地抬起手，我转身撒丫子就跑。我拼了命地跑，风从耳边吹过。等我翻出铁皮墙后，才发现男人并没有追过来。老刘死了，警察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我。每一天我都过得忐忑不安。然而1周过后，依然风平浪静。迫于生计，我重新回到了夜市。卖花甲粉的胖神主动找我搭话：小陆，你听说了吗？胖神小声说。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姐，啥事啊？胖神挤弄着他那2颗黄豆大小的眼珠子：老刘和苏桃私奔了。我懵了。私奔？老刘不是死了吗？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姐，你听谁说的呀？刘哥不是那种人。胖婶朝不远处卖河粉的摊子使了个眼色。王翠花正撸着袖子忙碌着，她自己亲口说的。胖婶说，有人给她发短信说老刘出轨了。原本她还不信，结果回到家，她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胖婶说，2个人干了一架，
老刘被打跑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王翠花托我们帮他看着点，如果遇见老刘就跟他说。胖婶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王翠花说要砍死他呢。老城区的夜市很热闹，热浪、烟火、喧闹，这里夜被煮得滚烫。2年后，夜市被拆了。这块地皮上打算建一座大型的游乐园来拉动经济。我们又像其他商贩那样垂头丧气，依依不舍。我倒是很看得开。这2年我省吃俭用，也攒了点钱，趁着这个机会，我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游一番。我在海边租了一栋别墅，白天在沙滩上看妹子，晚上在别墅里喝着啤酒通宵打游戏，很快活，很自在。正值夏季，沙滩上的妹子很多，有不少穿着暴露、身材哇塞的。就像此刻我正前方就有一个身材娇小玲珑，但是胸前却波涛汹涌的妹子，穿着粉色的比基尼和一个裸着上身的男人热吻。2人吻得太忘我，差点就忘了这是公共场合，看得我浑身燥热，羡慕死了那个男人。心里想着，如果那个男人是我就好了。我折起沙滩椅，准备返回别墅。走前，我又忍不住地看向那对情侣。正巧，这时那对情侣终于舍得分嘴了。我看清了女人的模样，整个人如遭雷劈。那张脸的主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苏桃。时隔2年，我又遇见了苏桃。苏桃没注意到我，她和男人热吻完以后，款款走向蔚蓝色的海水。而那个男人却突然转身，我的目光和他的视线毫无防备地撞在了一起，我瞳孔猛地一缩，男人也一愣，我居然看到了我自己。我叫陆云。失业后，我在老城区的夜市抢了一个好位置，卖炸鸡架，生意不温不火。然而隔壁的小炒摊却每晚都火爆。2口子是外地人，男的叫陈强，负责掌勺；女的叫苏桃，负责备菜和招呼客人。我来夜市摆摊的第1天就爱上了苏桃。我不明白这样一个美人胚子为什么会嫁给陈强这种杀鸡宰鱼的糙汉子，我心疼他。于是一次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偷偷跟在他后面。夜市外300米有个用铁皮搭建的简易厕所，歪斜地立在路灯下。趁着没人，我一把抱住了他。苏桃原本很害怕，但看到是我后，居然主动了起来。我们每天都会在凌晨5点左右通电话，像热恋的情侣一样。那个时间段，陈强都会去菜市场买菜，不会有人打扰我们。我问他，你那么漂亮，为什么要嫁给陈强这个伙夫？苏桃说自己并不爱陈强。我愣住了。苏桃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大学毕业后有过一个男朋友，并且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2个人很相爱，而且工作也都很稳定，很体面，未来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这些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那是一个雨夜，一个小偷撬开锁，摸进了她和男朋友租的房子里。这个小偷可能是第1次行窃，很紧张，弄出了动静，惊起了她男朋友。2人面面相觑，男朋友正准备报警时，小偷慌了，失去了理智，用随身携带的绳子将她男朋友活活勒死，然后侵犯了她，并拍下了视频和照片。小偷威胁她，如果敢报警，就把这些照片和视频发布在网上，让她身败名裂。这个小偷就是陈强。我听完以后，恨不得把陈强这个畜生咬死。我说报警，把陈强送进大牢。苏桃说不行，陈强手中不仅有他身体的照片，还有一样东西。我问什么东西？他说当时陈强逼迫他处理了自己男朋友的尸体，他用手机录了下来。如果陈强把视频交给警察，他自己也会进监狱的。我垂下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苏桃却攥住我的手，问我真的爱他吗？我坚定不移地点了点头。他又问，想和他一块生活吗？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他说，只要陈强死了，他就自由了。思考再三后，对苏桃的爱意终究战胜了对法律的恐惧。于是我决定杀人。陈强在雨夜毁了苏桃，而我也将在雨夜让陈强赎罪。天空轰隆一声，一条银蓝色的闪电轨迹在灰蒙的苍穹中突然崩解，分裂成数十颗璀璨的光珠，宛如一串熠熠生辉的珍珠项链，悬挂在墨色的天幕之上。每颗光珠都散发着夺目的光芒，表面流转着细密的电弧。这就是新闻上说的珠状闪电。平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所谓的珠状闪电。凌晨，磅礴大雨如期而至，陈强像支落汤鸡一样从夜市跑出来，狼狈地往家赶。我穿着黑色雨衣，紧跟在他身后。雨声很大很急，空气中也起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水雾。他只顾地抱着头往家赶，并未注意到我。在要进小区门口时，突然一个男人急匆匆地从小区里面像只跳墙的兔子一样冒了出来，与我撞在了一起。对不起，对不起。男人连忙道歉，他的长相以及声音都令我愕然，因为那明明就是我自己。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我。我回过神后，摆摆手，示意他离开，因为今晚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杀了陈强。陈强虽然喝了酒，但淋了一路也清醒了不少。我一共捅了他7刀，他才咽气。恶人自有恶果，坏事做多了，老天都要收他。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晚那片廉租房内的监控全部莫名的坏了。我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杀了陈强。回到家，我发现那个我躺在我的床上。为了不打草惊蛇，搞清楚原因，我躲在暗处偷偷观察。但渐渐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好像并不是我原来的那个世界。认识的人，发生的事，正常却又不正常，和我脑海中存录的记忆总是有差异。在我的记忆中，卖麻辣串的老刘是个老光棍，炒河粉的王翠花和拌凉菜的陈二愣才是两口子，卖花甲粉的胖婶则是个哑巴。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在这个世界里，老刘在我之前就和苏桃缠在了一起。老刘好色，却胆小如鼠，不敢替苏桃杀了陈强。而那个我，性格和我截然不同。他理性谨慎，他没有我如此深爱苏桃，竟然让老刘钻了空子。人是我杀的，居然最后便宜了老刘。我不甘心。老刘和那片廉租房隔得很近，肯定看到过那个我去过苏桃家，所以陈强死后，他认为是那个我干的，想要敲诈勒索。其实他狗屁证据没有，他到死都不知道是谁把他从那栋烂尾楼推下去的。而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现象，我怀疑是暴雨夜那晚，那道百年难遇的珠状闪电撬动了2个时空，把我从我的世界拉到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但不论在哪个世界，只要有苏桃，我都不会轻易放手。我把老刘埋在了那片烂尾楼底下，然后带着苏桃离开了这座城市。此刻我也没想到，时隔2年，远在千里之外还能碰到我。别墅里看着眼前和我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男人，我锁紧了眉头。我都怀疑他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打电话跟父母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我妈最后都烦了，扯着嗓子喊当年就生了我一个，说我脑袋是不是有问题，让我赶紧去医院看看。你到底是谁？我问。男人连笑起来时，嘴角的弧度都和我一模一样。我就是你。男人笑着说。放屁！我猛地一拍桌子，你这个精神病，你整容成我的模样要干嘛？男人点燃一根烟，语气不疾不徐，你还记得2年前的珠状闪电吗？我一愣，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提起这个。不过那道震撼的闪电景观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盯着他回答，记得。怎么了？男人给我递过来一根烟，
你相信有平行世界存在吗？我接过香烟，点燃抽了2口，没好气地说：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别墨迹。男人解释：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你，是2年前那道珠状闪电把我拉到了这个世界。我冷笑：科幻片看多了，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一下精神病院，或者是警察局？男人弹了弹烟灰，果然2个世界的我们是无法正常交流的。男人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拉上了厚重的窗帘，屋子里瞬间黑了下去。你要干嘛？我警觉地攥紧了拳头。男人手指夹着的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一个人在谨慎，在遇到自己时也会不自觉地卸下防备吧。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一步步向我走来，就像那一晚，他从烂尾楼里面像一头野兽走了过来。我突然感觉脑袋变得昏昏沉沉的，眼皮跟灌了铅一样重。烟，我看着2指夹着的香烟，顿时恍然大悟，也立即反应过来那个遗漏的细节。刚才男人只是点燃了手中的香烟，却并未抽过一口。这烟有问题。视野中，男人开始出现重影。从刚刚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世界这么大，这么多人，为什么还会让我们再见面？这种几率该有多么渺茫。男人从腰后抽出了一柄寒光凛冽的短刀。现在我想明白了，原来一个世界是不允许有2个陆云存在的。我双腿软得跟面条一样，刚站起来，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趴在了地上。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我努力睁大想要闭上的眼睛，勾起了嘴角。从刚刚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已经报警了。你要是敢杀我，你也逃不了。男人不慌不忙地蹲在我面前，尖锐的刀尖离我的眼球近在咫尺。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对于我来说，就算杀了你，我也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因为我就是你。世界上只有一个陆云，番外，我叫苏桃。原本会有幸福的未来，但却被一个小偷毁了。那个小偷叫陈强，他来我家行窃，被我男朋友撞上，他一怒之下勒死了我男朋友，并侵犯了我。事后，他用刀逼着我，让我亲手肢解了我男朋友的尸体。我想过去死，但一想到那个畜生还活着，我死也死不瞑目。他让我当他的老婆，我同意了。5年，整整5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直到我遇见了陆云。他以前是个白领，失业后在夜市租了个摊位卖炸鸡架，就在我和陈强的摊位旁边。我吃过他做的炸鸡架，味道一般，而且还有点咸，他应该口重。反正生意不怎么样。不忙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经常的偷看我。我想他应该喜欢我吧，但我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居然趁我上厕所的时候直接动手抱住了我。我假装挣扎了几下，便顺从了他，因为我需要一个胆子大的男人帮我杀了陈强。他也答应帮我杀了陈强。我一直期待陈强死的那天。然而那晚陆允从我床上下来后就失去了消息，整个人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2年，整整2年过去了，陈强还是生龙活虎的活着，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我看错了陆允，以为他是一个靠谱的男人，结果我决定换一个男人帮我完成这件事。陈强在炉灶前忙活着，我穿梭在小方桌间为客人们上菜。这时我注意到斜对面卖麻辣串的单身汉老刘时不时地偷瞄我。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